个水边就是有无限的这种活力啊，感觉着。那边雪山看到了吗？我们刚才爬到过去。我们是在温哥华的，这叫什么 Top 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就是它叫 Vancouver Lookout 的这个塔楼的最上头旋转餐厅。然后今天我们在这儿庆祝什么呀？庆祝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又回到了北美，我回来又回国了一段时间，再回来有什么不同的感受？对，你先说你的。我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北美是吧？北美其实就是这种，你看这个，首先这个餐厅嘛，就很静，人都对，没那么闹腾，没那么闹。国内的你很少能找那么静的地方。而且环境特干净。国内的也有很豪华的地方，但是豪华的地方呢还是很嘈杂，而且那个烟味很重，很难避免这些事。在这儿就感觉每个人都是更加意识到还有别人的存在。再一个就是大呀，确实是大，到处觉得很宽敞，是吧？没那么多人。没那么多人应。环境是没说的，这个空气质量各方面啊。记得一个马里兰大学的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讲，美国的空气是香甜的，他还因此呢在国内受到了网暴。但是我要说，这确实是我重返北美以后的第一个感觉。这摘掉口罩，然后那可以大口的呼吸的这种感觉，我就不用担心，你知道北京要不有空气污染呐、雾霾呀、沙尘暴啊，要不就是飘杨柳絮。最近4月份杨柳絮特厉害。温哥华这2天的空气指数是2，接近0了，几乎就是没有任何污染，特别透亮的天气。不过我觉得我们也挺幸运的，没赶上下雨天。这2天都是天气都是阳光灿烂啊，真好。你看这个外边这景色多漂亮。这是那个 Canada Place 的 signature building。这个就说到这个什么退休地了，退休地是一个实际上让人能够宁心静气的，能够安下心来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首先吧，咱们不说那么多了，首先空气和水你得好，对吧？你能够放心的呼吸，在外边走路散步，是吧？因为你总要出去嘛，是吧？见阳光。该我吃的来，接着说啊，刚才没跟你说完。Leo 总是点肉，我总是点海鲜。不错。实际上，加拿大其实不是便宜地方啊，但是你感觉实际上，因为它现在美元还是汇率还是不错啊，一个美元现在相当于1.3几个加元了，是吧？这样算下来，其实它的菜单呢，实际上跟美国价钱差不太多。换成美元还是比美国要便宜的。其实这个旋转餐厅也没有觉得特别贵哈，我现在忘了多少钱了。你这个是多少钱了？我这个三文鱼是72加元啊，这是不是？你那多少钱？我不知道。我这个70多块钱，这个加元。也是70多是吧？对。但是问题就关键是10%几的小费，这个东西比较贵哈。不错了，加拿大的小费还是15%起了。我说大部分地方啊，在美国呢18%、20%啊，至少了。找养老地嘛，强调一点就是找心安的地方，是吧？刚才你讲了，就是说一定要环境要好，因为环境不好的地方，你感觉就是说。对，就是说生活在很憋屈的地方。对。在这儿我就感觉可以大口呼吸啊。再一个就是说，还有些地方可玩的地方。你像这个今天我们出去走走，这又有山又有水。我们下飞机第2天早晨，我们就去爬这 Grouse Mountain。哇，大老鹰！松鸡山的海拔在1300米了，你看上面的雪还没完全化呢。温哥华是在市区，同时能够看到海和雪山的一个城市，所以说这是得天独厚的。我们是徒步爬上来的，没坐着缆车。我们爬山的时候，实际上时差还没倒过来呢，是云里雾里的，就是2个多小时吧上来的。这是又过了1-2天以后，网友带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离着市区有一段距离的那么一个山哈，叫做新娘瀑布山。你看这个参天大树多漂亮！总而言之，如果你喜欢大自然，这个加拿大温哥华不会让你失望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我们的主题啊，就是我们在阔别将近1年以后，又重新回到北美，感受最大的几个事情。那当然有好的有坏的啊，坏的我们放到后边来讲，先讲好的。另外一点呢，我可以在这儿自由的上网，这对我们作为一个 YouTuber 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在国内呢，我们做好视频都不知道能不能传上去啊，总是有这种担心。
有的时候我整夜在这儿看着它慢慢的去传，就像蜗牛一样。我看有的华人 YouTuber 讲，在国内上网呢，上外网呢，更多的是 a matter of art, not a science。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行，什么时候不行，为什么行，为什么不行。尤其是现在到了 AI 的时代，你想给 AI 聊聊天 ，Gemini 或者 ChatGPT 啊，那个经过这个翻墙以后会变得非常的缓慢，经常是不工作，非常痛苦。国内的 AI 啊，豆包之类的，还是欠点儿，可能对中国的东西懂得更多一点，而且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，你懂的。谈到政治，我们这个频道避免谈政治但是呢，在墙里边，作为海外华人，这是预设了某种标签的。派出所呢，也到我们家里来了1-2趟这个家人在家里，他们就问：你们家里住那2个美国华人还在这儿吗？谢谢他们的关心哈。我们切身感受是，不像我们很多网友说的，国内非常的宽松政府什么都不管，不是这样的。总而言之，重新回到北美呢，我们感受非常的强烈，就是这种格外的小心谨慎，没有必要了，活得更真实了。晚上在老城区走走这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温哥华的蒸汽钟。这个楼顶上就是我们吃饭这个旋转餐厅。温哥华晚上这个人气还是比较足的，应该是比较安全，这一点应该是比美国强。但是呢，和美国一样的，也有很多流浪汉，这个瘾君子在那晃悠。我看到一个女的，上衣都没穿。这就牵扯到我们不喜欢北美的一点就是这个无家可归的问题，还有这种过度的自由。我尊重每个人，他都有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权利。但是我们作为纳税人，是不是我们也有权利让我们自己的市中心更加干净、安全和整洁？是不是？这些政客是不是应该至少对我们付出去的税金负责呢 ？OK， 像无家可归的。拜拜你说我们的房子是不是应该将来应该有点 view 是吧？像这样。当然了，我觉得最好是就像这种又有山又有水的地方最好。天哪，要求越来越高了。一个喜欢山，一个喜欢水嘛。然后其实现在发现在一起更好，而且呢上顶上有点雪山更好。那可是这种地方就世界上就有那么有限的地方了，对，是吧 ？Shortlist。那你说那个葡萄牙也没有这个雪吧？没有。这个西海岸还是不错的景的地方。但是气候不是那么好，这地儿是说实在的，就是下雨多。从家主要的抱怨是下雨多。冬天也很冷的，冬天这边零下了。真是凑齐了，真是很难的。在这回北美嘛，还有一点感受就是说呢，这个北美这种生活方式说北美物价高，现在谈到北美的回国养老可能有些新鲜感一开始，但是实际上完全的搬回去放弃在这种北美的这种生活方式，有时候也挺难的。这边的房子普遍的比较大，什么洗衣机、干衣机，是吧？大车库，是吧？大停车场 ，everything， 买东西都是成车的买。这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很难的，就是说拜拜就走了，是吧？可能住在纽约那说吧，对，就是说大家都说回国生活方便，其实我觉得只是说吃的方面方便。对。生活方面就像洗衣服，咱们天天都没法烘，还得晾完了然后再摘呀，然后整天得打扫卫生要不然都一层层的土其实很多生活方面不方便。而且就是很平方面，这个面积小，太大，生活憋屈着。是憋屈。你习惯了这么大的面积，让你再退回那个小公寓里去，有点困难，老说。对，就是吃东西方便，我觉得餐馆这些便宜，吃的又合口味什么这些的。你要住在公寓里有很多麻烦，干湿不分离。
还有那个老是出各种问题，哎，也对的，是挺什么味道啊，烟味儿，有时候别人家的烟味儿啊，炒菜的油鲜味儿，有时候都被熏醒了。夫妻打架，给孩子打这个架。高楼的不好处，对呀、那孩子呜哇喊叫的哭闹啊。你有一天大早上起来就跟人吵架，乒啷邦啷的，咣叽那，其实美国这个房子各方面，其实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大，生活水相对来平，说，对，生活水平还是西方，嗯，是蛮明显的，是高一更干级。净、更大、更宽绰，是吧？也不用整天因为那么多拥挤，环境也好。就 trade off 是吧唯一？的问题就是吃东西方面，吃东西还有雇人，人力成本，也有。对各种服务哈，人的服务人力的东西都比较我们丽丽像整天去各种美容啊，按摩呀，对吧？修脚啊，这些你在美国、加拿大，你这得省着点用是吧？对，不敢那不敢么折腾。老去随便弄，对吧？弄头发呀，你说是吧？那这边儿贵多了，这方面贵多了。酒店呢，哎，酒店也贵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养老地，只是一个 trade off。对，看你更看重什么东西了，是吧？看你更适应哪里。所以说我越来越接受有一些网上的朋友的那种想法，就是说实际上是候鸟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折中，对吧？我在这儿待待，到那儿待待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还重要是个年龄段。现在在我们go阶段，我们就哪儿也不想固定待，其实就想啊，像那个推土机似的，一个地儿走一个地儿走那样走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70多岁以后，你可以相对稳定一点了。但是你要上80岁以后，你不可能连当候鸟了。我带着我的你就必须怎么样到这儿来生活，但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不大可能跑到这儿来退休，因为其实跟美国很像。对，我经常就是有点那种错觉，错觉直到听到他们说的英语很跟美国的英语不一样。没有太大，没有本质区别，价钱也没有本质区别，稍微便宜一点点，就是房子也不便宜的。 4 or 5 classes. I came to Vancouver when I was 11 years old. Single apartment, $1 million. Cheapest apartment in the city. So $1 million, I'll get a mansion in Texas like Yeah. 200 grand. You get a nice house there. Yeah, that's right. Over here, to own a cheapest house, you need to have 200 grand down payment. Then you do 6 grand a month. And this city is BS. 和这个印度裔的小伙子聊了一会儿，他就特别不喜欢温哥华，他说这个地方房价太贵了啊，买一个像样的公寓都需要20万加元当配，再加上这个每个月还要还6000，他这辈子都买不起房子，他就梦想着去美国的德克萨斯。这是温哥华的格兰维尔岛啊，这儿有很多的手工艺店、画廊，还有剧院，还有美食广场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地方，非常值得一去。135的杯子啊，这个你看这个石头给嵌进去 ，nice。这里还有一个卖扫帚的商店啊。丽丽引起了浓厚的兴趣，她想买一把带回北京去，这个打扫卫生用。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离开美国的时候啊，几乎是 feel certain， 就觉得我们将来一定会回来养老的，我们会去转一圈，是吧？因为现在在国内、国外也待了将近1年了，在中国还去了台湾。就说呢，这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感受？是不是还有着同样的这种决心？我将来一定会回来养老。我觉得这很大程度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养老地嘛，找个地方退休的地方，要 feel 就非常 peaceful 的一个地方，非常安宁的地方，非常心安的一个地方。静下心来。静下心来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说北美是不是能让人静下心来呢？我现在想，什么东西能让人静下心来呢？其实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钱，你不觉得吗？不要太担心钱的问题，是吧？对，你花钱如果如流水的话，即使你有钱，有的时候也很难静下心。回来这一次，感觉北美还是确实比亚洲贵很多，是吧？加拿大，我们现在住的酒店380块钱一晚上。住在这个价位的酒店里，你怎么可能每天出去溜溜弯，回来做视频啊，慢生活呢？我看这个温哥华很多网友的房子动辄都200-300万加元哈，这种房子你怎么可能把它锁起来自己出去云游呢？我知道我们的观众还有北美华人很多都是不差钱的哈，但是我们肯定不是这一类的。
对我们来讲呢，如果是价格太高，我觉得对退休地来讲肯定是一票否决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即使是我们有一些钱，但是我不愿意把钱都花在房子上面啊，这会影响我们在整体的退休的生活的质量。我们现在是在列治文的渔人码头。这个 deck 这块儿，实际上它卖的呢都是这些渔民自己现逮的鱼来在这儿卖，就等于是不可以做其他的那个。不可能买别人在这倒卖，倒卖那种。对对，但是现在我们还不好说，就是最终到哪儿去，我们还在寻找退休地嘛，能不能有一个折中的地方？但是其实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，美国也有一些地方也许能静下心来，是吧？对，也不是说所有地方都贵。这是温哥华最大的医院哈，温哥华总医院，环境还是挺漂亮的啊，感觉也挺清静的，不像很多朋友讲的这个都人满为患那个样子，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哈。对于加拿大的公立医疗呢，很多人是很多的诟病的，说是等待时间特别长。关键是加拿大它没有这种私立的这种医疗系统，这跟台湾相比呢，还有欧洲的很多，他们都是双轨制，有公立医院也有私立医院，而且还有私立的保险哈。如果你这个小病呢，你愿意快就去私立医院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会是这样一个逻辑，只保留公立医院，但是美国是另外一个极端了，就是全私立的。全私立当然它有它的毛病是吧？它就很难来抑制这个价格的上涨。让我们来选择呢，我们可能更喜欢这种公私立都有的这种 model， 就是台湾的 model。我们在台湾也看过病啊，公立的有台大医院，这个私立的有长庚医院，水平都很高，互相竞争，这很好。反正我们是不喜欢完全是公立的这种系统了。我们长期在美国都是用的 PPO 嘛，可以去直接选择各种专科医生是吧？这个竞争还有这个有选择总是更好嘛，对吧？I Care 就在这儿。Richmond 这边据说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让 AI 给我推荐3家 food court 啊，最好、最干净、最新的就是这个 Aberdeen， 另外还有一家就是这个什么800伴，旧的老广的什么香港人喜欢去的地方叫 Parker's Place。这是一家以华人为主要顾客群的这个超级很大的一家购物中心。我们来的主要是直奔3层的这个小吃广场。哦，这就是那种烧烤的。各种各样的小吃啊，我们要敞开吃啊！我这实际上点了2份。这是砂锅，这个土豆是说那个不是，这个面条是土豆做的面条啊，还有一些青菜，一大堆牛腩呢，还有豆芽呢，还有一个鹌鹑蛋，还没看见啊。然后我又额外加了一个肉夹馍，这肉够多了，好大呀！我的妈呀，看看。我们咬2口，好吃。再来1口啊！非常香啊！嗯，就加的那个 pepper 和香菜，香菜加的很多。嗯，我们住的酒店旁边有一家叫皇朝的中餐馆啊，那个我们去吃了好几顿啊，我们特别喜欢他那儿的早茶。好久没吃冷的早茶了，今天在温哥华吃一个，就在酒店旁边了。你看这个凤爪量还挺大的，凤爪萝卜。我这个好吃，我这个没吃过这个。我们在这儿也吃了几顿日餐啊，就特别喜欢这个三文鱼。你看它是鲜红色的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啊，我们下一站见，美国的西雅图。